台湾第一点，还差2分钟一尾。2分钟一尾。我这刀是一整天要32。32。哇塞，那整个暑假也没有很好赚呢。早餐店的很劳啊，就对了。原来我们吃的东西是这样来的。哇塞，轰趴啦！所以你说这有什么吃法？有一种我们像吃臭豆腐的感觉。这里是哪里啊？我们要经过重重的关卡，然后这样进来，你就曾经消失的物种又出现了。其实这样看起来也不多因为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威胁，虎鱼泰国鲤，它也出现在这里。有吗，李老师？我们好几天没来收了啦。有，不小台东的池上，池上大家会想到什么？米之乡，金城武的 ICU。来到池上呢，有满满的美食。如果你来只是吃了池上便当，当然它必吃。但如果你只吃了池上便当，那可能就缺了那么一点点来池上的味道。跟哥走，带你去找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以前的池上，大家都只会想到车站月台上叫卖的铁路便当。毕竟在消费者的心中，如果池上米排第2，没人敢说第1啦。那时候谁会知道，这一条197县道旁的田中小路，现在居然变成了天堂乐园的代表哦。台湾有着许多美丽的道路，但最美丽的那条公路，你会想到哪里呢？这里是台湾的197县道，而这条县道呢，这里会充满这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男人让他一夕爆红。以前来这个197县道的时候啊，其实都没有这么多人呢。以前真的就是这样，哇，一望无际的一条道路，笔直到山边的那一种。现在这里满都是人。你想看这里有多少人吗？来，我让你看。嘿，是不是很多人？很多人。虽然我不是金城武，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很有态度。OK， 走。除了米饭，池上便当美味的关键，有人说是木片饭盒，有人说是配菜。不过对我来说，池上便当吃的不只是在地的米饭，同时也是享用池上在地的故事哦。既然都来到了池上，怎么能够不吃一个便当再走呢？但是如果只是吃了个便当再走，那我们也就太逊了。今天台湾第一等要带你来找池上的第一代菜色，听说它已经消失了30年哦。你不要看现在这样这便当里面有肉、有香肠、有青菜、有蛋，但它曾经里面有的是鱼跟虾你能想象得到吗？我们就来找那个曾经消失的鱼。听说它消失了30年，但这一次好像有人又发现了它的踪迹哦。我们来去看看。Go！ 第一代的池上饭包，当然跟80年后的池上饭包很不一样。当年的小鱼随着时代演变，不但消失在饭包里，也消失在池上皮塘跟田沟里，只有留在老池上人的记忆里。就是大波池，听说呢，在这个池里面大波池里面以前满满的都是那种便当会出现的，叫做稻花鱼，满的看它为什么会消失了？然后现在又好像看到了它那么一点点的踪迹，感觉就有一种你好像在山里面看到云豹的感觉。我们来问问看，这消息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问那个弟弟，走。这是钓沉底吧？
对啊，你现在用的是什么饵？冷冻饵冷冻饵。你是主攻什么鱼在里面？就垃圾鱼啊，垃圾鱼，就琵琶鼠嘛。对，它里面需要被移除的外来种有什么？琵琶鼠还有什么？你还钓过了什么？可以换钱的。泰国鲤鱼哦，泰国鲤这里也有。有哦。稻花鱼的消失当然不能算在泰国鲤跟垃圾鱼的头上，但是对于富裕来说，这些凶猛的外来种却是个障碍。所以池上乡公所就用兑换礼券方式来鼓励大家钓这些外来种，钓的越多就赚越多钓鱼的技巧是什么？技巧。没有啊，就是浮标沉了就拉。这上来的几率有多高？不一定呢，要看天气。就是好的时候，大吃的时候，大概几分钟会钓到一尾，还是大概2分钟一尾。2分钟一尾？我最高纪录一整天钓32只。32、35、15，1500哎！哇塞，那整个暑假你就很好赚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哦，就这样钓到了。你知道琵琶鼠怎么来的吗？你知道在我小的时候，跟你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我们养水族的时候，养鱼嘛，我们都会去买的这么小，然后会把它丢在鱼缸里面，它就会去吸那个壁上的一些藻类啊、青苔跟沉底的垃圾，所以应该是那个时候，水族业者引进来的。然后引进来，它不是长大吗？那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啊，就想说啊这么大只，我鱼缸太小，他就把它往池里一丢，就没想到它繁殖速度也很快，所以它才会变成这样。在大波池，如果你们可以就是用移除外来种的方式来钓鱼的话，好像钓鱼这件事情变得稍那么有意义了一点，不再只是休闲，对不对？那你知不知道在这个池里面曾经有一种鱼，是你们第一代便当的菜色，就可能是你阿公那一代吃的便当里面会出现的鱼？哦，这个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但真的有这种鱼吗？你看过吗？稻花鱼。稻子的稻，然后花朵的花，有听过，但不知道名字。你看是听过嘛？都是传说，这应该就变成是大波池的传说了吧？我继续来去问问看，大波池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我再跟你分享。好吗？谢谢，你可以把它丢进去。外来种的鱼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天然的皮塘里，而且钓外来种的速度也远远不及它的繁殖效率。以它们凶猛贪吃的特性，我担心稻花鱼在大波池恐怕应该是个传说了。阿伯你好。哦，你嘛钓真济呢？无几尾啦，这内底嘛是迄个琵琶鼠嘛，拢是嘿，拢是琵琶鼠哦。嘿，这琵琶鼠是介济哦。足济嘿啊。哦。真的，大哥借我看一下好不好？借我看一下。它有一个香味，香蕉油啦，香蕉油。为什么用香蕉油？唔知伊就爱食，阮就买蒙钓，伊这就爱用个香蕉油开始食。用香蕉油才会吃啊！刚刚那个弟弟的没有刚刚那个弟弟的是用一般的，就是他说鱼饵而已。嘿啦，无定啦。哦，不怪，难怪你钓这么多。借我钓钓看好不好？好，可以。可以吗？可以。我跟你一起钓看。好，我来扛呢。好，点咯。阿伯，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好。你敢捌食过迄种咱在池上便当？嘿。咱在池上便当，听讲吼，30几年前，伊迄便当内底迄鱼啊，是有鱼啊。嘿，有啊。有啊，西尾啊，啊，你捌食过吗？嘛有虾啊。嘛有虾啊。哎，西尾虾啊。你看是不是？有鱼啊，还有虾啊。哎呀。有这有吗？我唔知。好，有鱼啊，还有虾啊。迄内底迄什么鱼啊？我普通是讲溪膏啊，迄其实唔是溪膏啊。无是啥？要安怎讲我就不要讲，因为那大肚鱼安尼啦。大肚鱼。哎呀。那因为阮知影是啥物，是讲叫做稻花鱼啊。稻花鱼啊。拢讲恁池上这边跟大波池家咧讲是讲啥物白鱼啊。白鱼啊，嘿啦。敢是白鱼啊？系啊。迄种的就是白鱼啊嘛。白鱼啊。伊有偌大尾？迄种是无讲介大尾，还有上大安尼尔款，西尾啊，
这样。哎呀，但是即摆你感觉钓过迄种人讲的迄白鱼啊，迄种鱼啊？唔捌的，即摆唔捌看咧。唔捌看。哎呀，真正无嘛，无咱钓看卖，看有无？哎哎搞到就好啦，哎，搞到就好啦。这个笨手鱼啦，不是这个乐色鱼啊，我真的钓到垃圾了啦！我真这个你还讲，我钓鱼不是为了钱，尤其钓到了垃圾，我更开心。就是把垃圾钓走，你不给我钱也没关系，你就不要给。赞哎，对，帅气啊！那你们可以请我喝饮料吗？可以。看他的阿伯，你咱这个活动已经多久了？今年总共4年了。 4年了。哎呀，那你钓第几年了？你从第1年就开始？哎呀，那你这样赚多少钱？唔知无算，还是你现在生活费都靠这个？无啦。你理件有偌啥？你上介用偌啥？理件拢无遐紧啦。无啦，顶了啊，吃了啊你。你看，这里真的外来种蛮多的丢下去马上就吃嘞。有啊，现在饵料真的不错吧？这饵料香你要不吃吃看？阿伯，这饵料这么香，你用香蕉油是可以吃的吗？香蕉油可以啦，这料袂使啦。哦，香蕉油可以吃，这个不能吃。这是鱼仔料无，咱钓饲鱼仔粒仔料啊。听说这边有一个早餐是早餐店的很劳啊，就对了。原来我们吃的东西是这样来的，好酷哦！哇塞，轰趴啦！所以你说这有什么吃法？有一种我们像吃臭豆腐的感觉。台湾第1点，哦，上强了，对不？这什么鱼？富国鱼啊，要放回去吗？要啊，要把它放回去了。哎呀，无这甲等等，写个888的，这个888哦。哎呀，厉害不？明白。虽然说没有钓到外来种，但还是给了我一个叫做钓鱼体验。这也就是人家常说的游戏体验了，懂吗？有钓到就好了哈。游戏体验，游戏体验，有钓就好啊。你敢安尼想？恁某甲伊你袂看你今仔也无换礼券，你当下要创啊？我讲久就好啊。我讲久就好啊。我个试看卖啊，我再试一竿呢，好不好？再让我试一竿，我真的很想钓到。等一下，我再想一下。天凶啊！天凶啊！哎啦，然后头靠凳啊！钓到了！它到底是怎么钓到啊？你是看到什么讯号啊你拖起啊！ ？Parky， 下去啊！对不起，你去签名。操！啊！哎呦，又是那条！哎，我你也救这种的尔呢？我被笑了，我被笑了。那个你要来哦，我懂。你要来？没有了，你的饵料太香了。哇，这只没老呀。哎呀，都不然卖当等呀啦。哦，当饵就对了。泰国雷只啊，泰国雷啊？这嘛有泰国雷啊？啊，你有钓过吗？泰国雷？有啊。泰国雷好钓吗？没想到外来种没钓到，反而2次都钓到双钩的无锅鱼，只好祝福在大波池钓客每一趟都能满载而归，赚大钱了。因为你们钓的越多外来种，对这里的生态就会越来越好哦。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呼呼呼！吃早餐非常的重要。我们来到池上，听说这边有一个早餐是你太晚来就没有了。
哎，太晚来就没有的早餐，大家都听过，对不对？但是这里的早餐听说很特别，而且跟我非常有关系，是什么呢？嗷！嘿，这里不是工厂吗？你们来工厂吃早餐的哦？啊？哎，小豆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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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是？我是店家的女儿。就是老板嘛。不算。这里是什么？这是做什么？这里是豆皮工厂。豆皮工厂。那为什么他们是说来吃早餐？我们这边就是现捞、现煎、现给客人吃，也算是也算是早餐店的很劳啊，就对了。对，对不对？说得很好。就是现捞，然后现煎，其实也就是现做的。它其实很像豆浆，是豆浆吧？对啊，豆皮就是豆浆去做出来的。哦，对啊，当然，豆皮就是黄豆，然后黄豆是豆浆的基本的这个原料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用黄豆榨成的豆浆，然后再用豆浆。可是我知道，我也吃过豆皮，我也吃过豆包，我也喝过豆浆，但我不知道它是这样做来的。现在，这个叫阿姨。对，我妈妈。哦，伯母，你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什么？就是豆包。要煎给客人吃的。哎，那我们豆包看起来不是都是一个圆那个折到四方形，折到四方形还要再折。但我看起来它像豆皮呀。豆皮是整片的，是没有这样，没有揪起来。豆皮是一整片。咱问一下，你先就问一下，豆皮跟豆包到底怎么区分？豆皮是这样挖，这样弄起来，拉掉。哦。我这个是不一样，那个是干的，这个是湿的，这个是现场吃的。所以我们做豆皮跟豆包的区别是，你随时都可以做成豆皮吗？还是随时都可以做成豆包？豆皮要比较厚，没有。它高了。高，对。哦，我懂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开始这个等于算是初榨嘛，对不对？这是最一开始。这个没有，这个是挖了十几遍哦。十几遍了。我们4点就起来做了，5点就4点了。对呀。然后一直在做这个豆包。对。那这个豆包是就是等于说我们豆浆的第一次要做是先做豆包。对。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做豆皮？是挖到比较少的时候，豆浆比较少的时候就做豆皮了。OK， 我懂。豆皮、豆包不稀奇，这在台湾各地都是很常见的食材。但是对我来说，第一次在豆皮工厂里，在浓浓的豆浆香味里，跟着老板一家人体验制作豆皮，可就是很新奇了。这样捞起来，对，爱个 Q，这样哈，给它均匀哈，煎的时候比较煎得到，这样啊。哦，好，来，我试看看，这个给你。哪一个？这个挖是挖差不多这样，这边比较长，这边比较短，这样。好，这样。我要变这样就对。好，差不多挖到这样。这个拿来干嘛？这个是它有粘，它比较厚会粘。哦。它现在我割好了，你就不用割。你割好了。我看一下，有点难。有一点啊。对，这样。拉过去，拢了。对，好起来。我记起来。不要再过去。好，我要就爱搞丢那个。好这样。那个不要太长过去后面哈。不要太长过去后面。来，教练，帅哥来这样哈，不要太过去，那豆浆会倒流哈，这样这样子就好了。这个手要压着，你拉的时候它才不会掉下来。好，试试看。豆浆会倒流，不要太过去。哇！很烫啊！对，这个爱我烤下去哦，我给刷的。我想说你手好有感。这个动作要很快，很会
我快一点哈，要动作快一点。它就是很纯的一个豆浆的味道哎，很纯的一个味道哎。这个哈，哇，这个很烫了哈，这个像我们那手嘛，起来较紧的啦。还有这边哈，压的时候哈要快一点，快一点拉筷子这样，啊，你很慢就烫到了，因为你的手很嫩，我们的做很久的皮它老了。拄开始你都唔讲，当阮烫着的时候开始讲迄个烫着。不要还是不啦？这样子这样。对。啊，这样压着啊。刚刚我们经常刮，也是烫到很痛啦，不是。真的吗？来，我看看你的手，我看看。手放开来。手我看看，我看看。又咪咪，我每天其实在这边蒸汽。你有，我几号了？你有？你哦，差不多嘛，大我2、3岁了吧。我早就比你较侪位的。你的明天写着吼，心情就好了。他的脸上写心情好好哦，这样。哎，在这里我觉得心情会好。真脸呐，真脸，对，我跟你说这样，难怪你们每个皮肤都这么好，像你的皮肤也是这种很好，吃是不是快看不到我了？哎，我不知道原来豆浆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原来我们吃的东西是这样来的，好酷哦，完全很牢啊！哎，好嫩哦，超嫩的。这一块给你吃，你这样拿起来吃，这一块更嫩。真的假的？对，那一块更嫩。是原味哦。你跟他吃。不用加什么东西？不用。原味。我可以加一点豆浆吗？不用了。是不是不用？这边豆浆可以加啦。我要，但是太烫了，我要吃冰的。对对，这样才不会烫到。那一块就是刚才还没有挖筷子用到，它挖起来很嫩。哦，好吃。哦，好吃哎！这一块又不一样，为什么？你试看看，有没有？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是有比较成熟挖的，那块稍微就感觉比较厚一点。刚刚那个很，那个是刚才还没有一点沫，有没有？我拿筷子的时候不小心勾到，我就把它弄起来，又挖不起来。刚刚那层呢，吃起来呢像砂纸，薄纱的砂纸。这个呢吃起来像写毛笔的绢纸，懂吗？你真的懂？懂啊？不用这样形容，你真的懂。因为现在不写字的人居多哎。真的吗？哎，美国哥。哎呦，那我形容是不错。赞。哎，换你们呢？来，我们这块就私人收藏，给我们大家分。哎，真的很好吃啊，真的。哦，哎，哦，好 Q 哦！来，罗特，然后盐巴也可以提味哦，一点点。不要给他们那么好。怎么样？怎么样？好吃，很浓郁，然后真的很嫩。来，通哥，来，怎么样？怎么样？很 Q，来，味道蛮浓。你们也太冷静了吧！你也学上次那三老啊，我们在拍太激动了。小舅，这个给你，喝，怎么样？哦！老板一家人从凌晨4点开始熬豆浆，然后在浓浓的豆浆里现捞、现折、现煎豆包以后最后上桌。池上人的早餐选择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这样的早餐不知道吃起来如何呢？其实不是只有米，好像是粒粒皆辛苦哈。我觉得要做豆皮豆包也是滴滴皆辛苦。对，它下面是用蒸的，没错吧？对，蒸汽去加热嘛，然后把上面的它其实就是豆浆。对，它遇到冷的时候，那个蛋白质会结成一个薄膜，就是豆皮。我自己也超喜欢吃豆皮啊，我应该先吃原味的。对，先吃。没有刀火。好好吃哦！哎，这有加盐巴哎，抹一点薄盐，抹一点点薄盐。我根本要想说怎么形容它，但是也不用跟你多形容，因为它就是豆皮啊，就大家耳熟能详的豆皮。但只是因为它是现炸、现做、现捞，我们叫它很劳啊，对，很劳啊的豆包。产地集餐说，产地集送，哇！所以你说这有什么吃法？还有大家可以搭配豆包吃吃看，因为
那个泡菜是我妈妈自己做的。哦，这个一定要这样子。那我们应该已经要创新吃法。对，其实加什么都好吃，也有人加香菜。真的吗？对。哇，叫做豆皮豆包泡菜煲。哦，好好吃哦！哦，有一种我们像吃臭豆腐的感觉，但是它不是臭豆腐，它不是。我就觉得黄豆跟泡菜这种咸甜混，它是非常的绝配，它们那种化学效应在嘴巴里是，这就是台湾传统小吃的美食。你来台湾就是必吃的，这个酱真的很好吃哎。因为我爸的泡菜酸啊、甜啊、对辣，搭配豆包，其实原味就很好吃。那个多层次吃法会更提味。My God！ 百吃不腻。分你的福气。那我平常吃不到。真的吗？因为客人都吃不到，就舍不得吃啊。还是留给客人吃。对，好，咸的吃完，我们来吃甜。它就是个甜点嘛。甜点的概念，饭后甜点。好漂亮哦。黑糖。用黑糖。黑糖调的。哇哦！每次豆花看就是手工豆花。一般哦。对对对。哇，好好吃。好吃好吃。你知道吗？像这样的东西，我刚在想我在家能不能做，能。但好像来这里的感觉比较亲切，而且有好多人跟你一起吃，开心来吃上，就是要来吃豆包。吃过了池上的特色早餐以后，我沿着田间小路来到山边的复兴社区，因为我打听到的消息是，那种消失30年的稻花鱼就在那里出现了踪迹。跟着我赶快来去看看。哎，林老师，林老师，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在找那个菊池式戏记。菊池式戏记。对，我这次来池上这边，其实我是想要找一个，就是池上便当里面第一代啊，他们是说有那个有鱼有虾嘛。对对对。那它里面的鱼，听说有一种鱼叫做稻花鱼。对对，所以我现在是想说。听说你们这边有出现，因为它已经消失30年了。对对对，听说消失30年了嘛。你们这里有出现？对，就是在这附近的田沟啦，然后我们现在在做调查。哦，已经有找到它了，然后是这边也有出现。其实它就是菊池式。对，它就是菊池式戏。菊池式戏记，每个人叫它的名称不一样。它也因为它常常在稻田发现，所以大家就稻花鱼。哦，懂了，所以它就是菊池式戏记耶。所以菊池式戏记当初已经消失了30年了。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吗？要等一下，要等，因为我们现在在诱使它过来，接下来鱼饲料，它这个比较香的饲料 ，OK， 然后它就是等它靠近之后，像我们会等它在上，它进来的时候，因为菊池式戏记它很贪吃哦，对，它是所有鱼类塞甲鱼的对吧？对，我们所有鱼类里面调查它最贪吃的，然后它只要闻到有饲料味道会，它就一定会靠，对，它都是第一个来报道的。那一般我们就是在等它在上面游的时候，好就把它。一般如果这一条沟渠有的话，对，10分钟之内一定会出现。而今天感觉有点不太妙。林老师说，因为池上稻农大多数还是使用传统的农作方式，所以使用农药以后，这条田沟里不但稻花鱼不见了，就连原本的水草也都不见了。这也是生态维护最辛苦的地方哦。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台湾生态的第51区禁区。你看，哎，就曾经消失的物种又出现。其实这样看起来也不多哎，因为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威胁，捕鱼泰国鲤，它也出现在这。有吗，林老师？我们好几天没来收了啦。有，哎，不小哎。
台湾第一点，这里是哪里啊？我们要经过重重的关卡，然后这样进来，里面这么美。这里是林务局台东林管处保护的一个湿地，保护的湿地，对，它就是跟社区共同保护，它总共有28公顷。哦，28公顷的保护，听起来就很开心。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就曾经消失的物种又出现。对，除了刚才讲的稻花鱼、菊石氏细剂之外，对，还有一种最厉害的，什么？就是它的等级跟那个台湾云豹一样。对，它消失40年的，就是刺剑鲨。消失40年的刺剑鲨，区域灭绝植物。区域灭绝的植物在这里又出现呢。我没看过云豹，但我一定要看刺剑鲨。走，来了。我们现在这边，我们先看。哇，这两个我不知道怎么看它，你搞得我好乱呐！一个濒危，一个是40年后又出现的沙氏刺剑鲨灭绝植物。它其实应该在这边蛮久了啦，只是就是很少人为的干扰嘛。但是这个看起来怎么有点像培啊？对，我们当初都以为是培啊，对，然后但不是。去年我们跟林务局有再请那个比较专业的调查团队来。对。然后就他一看，那就吓到了。他这个是消失40年的刺剑鲨，他唯一他辨识它的方法，可以看到它一节一节红。一节红，一节红，一节。它最特别的地方。那其实它跟你看它比较矮的地方是刺剑鲨，比较高的地方是克拉鲨，然后再搭配我们的后面的景，这个很美。这个克拉鲨，它这个也是，它这是濒危的，只有东岸这边有。对，花东一带有地比较有。但林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因为一般像我们看到它，我们也觉得就是可能不好意思啊，像杂草一样。对，但是它对环境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应该是它有一些净化水质的功能。像水稻这边的话，那个我们像菊石氏细剂。卵就会产在它的那个根部的地方。它要附着嘛，我们那个是卵生的，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半水草的植物。半水草的植物，所以它干的也能活，水的也能活。对。好酷哦！克拉鲨，对不对？然后那个刺剑鲨，哇塞！所以这一片地根本就是大自然的生态港、生态箱。28公顷，对，完美的28公顷。所以这里面的鱼是什么？那个比较大的那个，那是什么？那个是石鳖，那是酒鳖吗？对。那菊池氏在哪里？菊池氏其实比较这个，比较近的这只。菊池氏它背上有一条比较浅的颜色，它的整个背鳍上有一条比较浅的颜色。它比较不一样，你就可以看到它比较不一样。然后有些是外来种啦，然后有些是本土外来种。其实这样看起来也不多因为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那个虎鱼泰国鲤，它也出现在这里。等一下，林老师，我想问一问，这里的水从哪里来？它没有任何灌注进来的水。它是封闭式的，它是涌泉。是涌泉。对。涌泉里面有泰国鲤，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的逻辑推断得出来吗？外来种。因为泰国鲤就是外来种，对。但你知道为什么它会在这里吗？人为放的。对。一定是人放的。你自己怎么会把泰国鲤往这里面丢啊？因为应该是以前的人钓鱼。对，我们在猜是因为它在拉很有那个手感。对，然后台湾人也不太吃泰国鲤，这一样鱼类。对，然后可能就为了追求手感，就有人他就想把它养成一个他自己私密的钓鱼池。对，有可能是这种啊，那也有可能就是属于你钓一钓，觉得哇，好可怜哦。对，放生。但是你知道吗？这我真的很想讲一件事情，不要把淡水鱼放到海水里，不要把海水鱼放到淡水里，更不要把螃蟹绑完了以后丢到海里，这些都是叫他们去死，你懂吗？所以呢，应该放生来说啊，其实我们就秉持这一个啦，
你如果真的要抓够，像我们如果钓鱼啊，你是要钓食物啊，或者是你打猎啊，你就取你够用，当小的你就把它放掉，其实这就很好，这就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方式。OK， 只要没有人为的干扰，其实生命呢会自己找到出路的。就像这片受保护的湿地一样，原生种动植物慢慢的又回来了。林老师说，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生态，他们也有设置陷阱来移除鱼虎。有吗？林老师，有，看一下，你可以把它抓起来吗？我们好几天没来收了啦，所以可能来看一下，多大只？大只吗？大只啊，不小泰国鲤，可以把钩子取下来。可以把钩子取下来。哇塞，你们这里营养也太好了吧！随便养都这么大哦。对，而且这算是你们抓到算小的吗？算中的。对，最大你抓过多大的？大概这么大。而且泰国鲤啊，就是我们俗称的就是虎鱼啊，鱼虎啊。鱼虎呢，它的成长速度是很快的，长到这样，我觉得也不过大概不用1年吧，要吗？应该不用。不用吧，对不对？这个实在是很好吃它一辈子都在饥饿啦，它的肠道很短，所以它就是一直在吃，所以就很快的长大，而且就威胁到我们原生种的鱼类。我很纳闷一件事，它叫做湿地，为什么现在它不湿啊？今年大旱，今年都不下雨，整个就干枯了，所以就剩这一区。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跟林务局合作移除外来种方面，比较好去把它。因为它已经都到这一区了。对。等把威胁降低了之后，因为我们有富裕一些本土的鱼种，对，再把它放回来。对，要不然你等于就是放它进来给鱼虎当饲料的，对不对？因为如果鱼虎没有移除，好了，这里有一块湿地，你可以进去，里面全是猎人，他就进去死的。我懂。所以这一片就是保种富裕了以后，还是希望把它放回到原来的栖地里面去。我发现你们真的对生态还蛮尽心尽力的。你知道这里也有蜜源植物，你们有种蜜源植物，所以这里有很多蝴蝶。然后这里是有一个水果的味道，这是什么？百香果。你上面种百香果。对。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什么？这个是我们那个就是从野外拯救回来的，然后我们要保种。这一桶啊，听说它在泰国是高级的料理。我真的觉得就是美式料理的炸鱼薯条，你们可以换成泰国鲤耶，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很像海里的白毛。台湾第一点，这一桶啊，对，你们为什么要养在这么跟我思维完全不同的地方？它现在你也没有打氧气啊？对，它不用打氧。然后会选择黑桶的原因是我们有试过很多桶，像橘色的、蓝色的，对，包含鱼缸，对，我们发现它在那个环境它都不会产卵，不够安定。对啊，黑色的它就可以一直很安定的，而且像这样一桶，我会控制在20只种鱼左右，然后让它生小鱼，然后再移到别的地方去。最后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放回它原本放回原本栖地。有，我们是捞家大只的耶。它的特征是什么？最大的特征，它其实跟那个台湾白鱼长得很像，对，可是它有的那个体侧线，像台湾白鱼是一整条在后面，对，它是到一半，这是最大的特征。然后第二大特征是它的鳞片比较大，一般那个会误认像什么西哥那些，西哥对，其实它的鳞片都比较密，比较小，它的侧线是很漂亮，然后它有一条很漂亮的鳞片的侧线，它在旁边会有一条有点像荧光绿，对，哇，那很漂亮，然后背上也有一条。其实橘石氏细鸡它超级好养，而且它一年四季只要环境好的话，你可以发现它一直在生小鱼。它居然这么好养，那它在野外它一定更容易养跟繁殖嘛，对不对？但它为什么会消失30年呢？我们发现它其实它可以耐污，可是不耐药。就是像在家庭废水不会很严重的状况下，
它都还可以生存。如果说是化学药剂，那我相信什么样的物种都救不了。但现在很开心是它又回来了，所以我们在做复育也是希望让它可以重新再回到对大自然里面去。而且我听我们老人家说，天沟水沟一捞就有，真的早期蛋白质的来源。哦，那也因为你看到那个池上便当，其实吃一个在地的便当可以吃到一个地方的文化。对，所以当然早期不可能说什么猪肉鸡腿的。对，是也许有一天你在池上便当，你又可以看到它出现在便当里面。它出现在便当里面，代表的事情是生态也回来了，环境也回来了，你才会看到它出现。也许短时间内要让生态恢复到田沟皮塘随处可见稻花鱼的可能性不高，但是林老师也说，现在有很多池上稻农也开始转型推动自然农法，希望有一天稻花鱼它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现在来的是池上的复兴村，复兴村的原来名字叫什么？几挂爱，几个爱，几挂爱，几个爱，我有几个爱要给你，来几个爱，你要爱我，我爱你多一点，谢谢。点爱，对，爱就是爱，就是爱，对。对，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鱼？台湾第一点，我猜你刚刚去哪里太明显了，你刚刚去哪里你就光看这一个就好了。这个就是鱼虎，鱼虎的鱼虎的原来名字叫什么？泰泰国里。国里哦，因为泰国里我比较听，我没有听。听说它在泰国是一个很高级的料理，对，真的吗？在泰国，你先喝这个汤好了。喝这个汤，对，因为这个是我们有用中药跟那个卤包去炖出来的，然后炖了一个早上，对，因为鱼它本身的味道比较重，药膳的味道，对，药膳。这个去中药行中药行抓就有了。哦，中药行，对，然后再有啊，不是，它现在会有一点点干的，干干的，然后喝下去马上是中药的香味，但现在喝完之后它有一点点干干的，会干。然后你有没有吃到一点咻咻的感觉？咻啊，对，就是那个，就那个，对，我在处理鱼的时候发现都黏黏，好多胶原蛋白，真的，我不知道泰国里是这样的，而且。对啊，它在泰国就是一种高级的鱼种，鱼肉的鲜嫩度跟细腻度很像海，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很像海里的白毛。这是什么菜？这个就是我们把那个鱼处理过后，然后炒一个三鲜，可以吗？哦，有味道，不错。这个好吃鱼新鲜，好像炒肉丝哦，有像哦。感谢。对，好好吃哦。啊，泰国里，配芹菜真的很棒。我看你多能生，好吃多生一点我就可以多。不要啦，它就一直危害到我们那个，就是这个叫菊池氏细菌，细剂，好，这个呢，就是比较像这样甜不肉的感觉，对，然后沾我们自己在地自己村子里面妈妈自己做的那个梅子酱，梅子酱是你们自己做的梅子酱，我们自己做的梅子酱，梅子酱刚好又去腥，然后又酸甜甜的，真的好入口。好吃我真的觉得就是美式料理的炸鱼薯条，你们可以换成泰国里耶，真的好吃可以相信婆婆妈妈们的手艺。我以前就听说鱼虎很好吃鱼虎的肉质很棒，但是今天真的是百闻不如一吃。炒饭，炒饭就是因为肚子的部分就是做了炸给小朋友吃，肉质比较多，是适合小朋友。然后旁边的那个鱼尾巴的肉，我们就把它切碎末，然后就放在炒饭里面，就一般家里我们自己炒，咸味都还 OK 吗？很 OK。那个不太腻，它很鲜的感觉。好吃我觉得这次来到你们奇怪，又找到那种当初时尚便当里面会出现的那个对小鱼，我觉得真的是令人为之一振的这个消息。
但希望我们大家把环境富裕做好。环境富裕只要做好了以后，你把环境顾好，很多你原来没看过的东西，我相信你会一一的发现它的踪迹，然后我们再来好好的爱护它们。OK。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台湾第一的，开启小铃铛哦。